这个作业是谁的？顾总，是我的。这份程序的鲁棒性不错，对异常处理考虑的较为周全，系统运行稳定程度高，但遗憾的是，通过率不够。在我们给你的阈值下，通过率只达到了96.5%。现在市场上大多数的通过率已经达到了95%。这次优化训练，我对你们的期待是98%以上。顾总，您说的问题呢，其实我也考虑过。不过，在充分的考虑了可行性和技术之间的平衡之后，我选择了现在这个方案。这次训练的工程背景是交通安防领域，在考虑到火车站、机场等地方人流量大，需要运用程序很快地做出反应，以防遗漏。在不大幅提高工程预算的前提下呢，硬件算力有限，因此我认为在保证了一定的识别率后，应优先确保识别速度。用户只是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抢到存量有限的车票，谁会在意你产品背后的技术逻辑是不是完美？可是，不许啊！你这个人呢，就是略微有一点死板，一味的沉迷于技术，完全忽略了用户最基本的需求。那按照你的说法，那完美的技术就没有意义了吗？完美的技术当然有意义了，它可以用来写论文、做研究，也可以给先进的技术提供理论依据。对于科学家而言，技术可以是一篇论文，一项 Kaggle 竞赛的冠军，也可以是一个重要数值的突破。但对于商务侧来说，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实用。如果它无法融入行业，变成切切实实的产品，那么客户与合作伙伴就会拒绝买单。算法必须要考虑落地问题，企业从技术切入没问题，但必须要和应用场景很好的结合起来。空谈技术就像是闭门造车，肯定会失败。不能变现的技术未必不是好技术，但是我相信好的技术一定可以变现。这个问题，我思考了10年，也反复实践了10年。我是技术出身，很长时间以来，确实沉浸在完美的技术里而沾沾自喜。但是我希望每一个磐石人都要记住，技术是为需求服务的。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保持对外界市场变化的一线感知，卓越的科研能力应当成为磐石的闪光点，而不是盲区。考虑怎么样了？还剩2天的时间，也没见你去办离职手续啊，还是不想走是不是？行，之前我许诺你的 N+3收回，人事马上会走劳动合同到期流程。我会配合办理的。找工作的事情，其实你不用担心，毕竟以色识人，是你最擅长的事情，无非就是换个金主，分分钟的事。我真的想不通，怎么会有他这么下作的人？我真想跳上去甩他2巴掌。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得到他的嘴脸，他在家里用的那些套路，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要
还忍了他这么多年。不过是跟自己较劲吧。我特别想硬气一回，就算我不离职，我也想当着公司上上下下的面揭开他的面具，撕烂他的脸。但是我做不到，我怕被他整得身败名裂，我怕在这一行我混不下去。我想要N+3，因为那个钱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所以我只敢在背后怼天怼地的。我是不是很丧？强者能为所欲为，就是吃准了弱者会患得患失。江海10岁生日那一年，我妈答应带他来江州。我求了我妈好久，我妈终于答应带我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我要自己攒路费。我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隔壁工厂混吃喝，那个时候弄得一手都是茧。但是，我终于攒够了路费。我妈带着江海还有我一起来了江州。我妈带我们去电视塔，那个时候电视塔的门票要100多块钱，我妈只肯给江海买1张票。我就坐在那个售票口，看着电视塔的那个观光片儿，一遍又一遍，看了10多遍。我当时我还安慰我自己，我说那上面的风光这也算是看过了。我的人生就是这样，从来没被人爱过，所以我拼了全力也想得到爱。我讨厌我妈对我的轻视，但是我又重视她对我的看法。我拼了命的想要证明我自己，可是到头来，发现我自己还是一个失败者。林爽，有的时候吧，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。当强者是需要底气的，但是我没有。